當你躺在床上睡不着覺時，不妨刷上一集解壓的房屋改造，讓那些敲敲打打的畫面幫你把煩惱全部清零。趕緊拿好你電量 75% 左右的手機，左腳搭在右腳上，開始享受今晚的催眠小故事。露台是舊款的鋁合金推拉門，雖然隔熱的效果有點差，但為了節省馬內，小強只能盡可能的清理和修復它們。在重新上漆之前，需要稍微打磨一下表面，增加附着力，接着就可以把鋁合金框架給刷成黑色。現在看起來就給人一種煥然一新的感觉。由於餐廳的地板與室內存在高度差，意味着其實可以直接在上面鋪設新的瓷磚，這樣就能省去拆除舊瓷磚的麻煩。不過在此之前得先塗上一層粘合底漆，這樣新磚才能粘得住。這種復古的瓷磚是小強特地從摩洛哥淘來的，為了能得到最好的鋪設效果，在粘貼之前他還特地組合了幾種圖案做對比，不過看起來並沒有太大的區別。確定好方案之後，就可以刮上瓷磚粘合劑，開始瓷磚的鋪設工作。由於手工瓷磚的厚度存在誤差，在鋪設時就需要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，這對於小強來說雖然不難，但是需要相當多的時間，最終耗時2天半才把餐廳鋪設完成。最後再給縫隙抹上填縫劑，就能防止走路磕到甲溝炎。露台經過日曬雨淋，上面已經長滿青苔，為了防止其變成溜冰場，小強拿出高壓水槍開始清洗。在水槍的冲刷下，木板終於顯現出原始的紋理。為了提升餐廳的逼格，餐廳中央還要鋪上一塊地毯，這樣在冬天的時候就不会感到很冷。餐桌也是小強最愛的原木風，正好和前任主人留下的這幾把椅子組成一套，就是橙色的油漆看起來有點老土，於是小強決定改造一番。他用砂輪機將椅子的漆面給磨掉後，現在這效果看起來就搭配許多。为了增加就餐时的氛圍感，壁櫥這還要放上2個音響，但是上面並沒有預留有插座，為了不被排插影響美感，最終小強選擇在壁櫥上面打孔，這樣就可以從底部接通電源。完事後，外面的樹林還掛上一些燈帶，當夜幕降臨，燈光亮起時，就能給人一種森林酒吧的感覺。現在他的廚房和餐廳就算改造完成了。接下來開始改造房間，為了增加儲物空間，靠窗的這面牆將打滿櫃子，於是小強先在窗前制作出底座，接着再用方木構建出櫃子的整體框架。嚴謹的小強依然非常的嚴謹，每一步都需要用水平儀測量校正。隨着兩邊的櫃體構建完成，中間還要制作出飄窗，以後就可以靠在上面看書刷手機。在刷漆時天秤座的小強又犯起了選擇困难症，最終他給櫃子刷上了牛油果綠，而牆面則是同樣的刷成奶白色。別說，你還真別說，這效果還挺不錯。由於房間窗戶是朝南向，為了在夏季遮光隔熱，還需要裝上百葉窗。接着再給地面鋪上木地板。現在房間的布局就算完成了，小強計劃在床對面放置投影儀，以後就可以躺在床上愉快的追劇。為了提升觀影體驗，腦洞大開的他直接往床內塞入2個超大的揚聲器，躺在上面看電影時就能有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，效果簡直不要太震撼。由於走廊的地板磚比較老土，小強選擇直接在上面重新鋪設了一層木地板。為了使走廊看起來更有科技感，他還往地腳線內嵌入了感應燈帶，夜裡只要有人經過時，燈光就會自動亮起。一個人住在野外，安全問題也非常重要，因此小強還給家裡裝上了智能管家，通過監控就能隨時查看屋外的情況。不僅如此，他還在走廊弄了一個小隔間，平時用來掛些常用的衣服外套，當危險來臨時，還能立即掏出夾層內的真理正當防衛。